小编聊天室，一起聊家事。大家好，我是住得好，我是卫斯理。每个居家空间中，家电都占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冰箱更是使用率最高的家电之一，绝对是每个家中的必备品。设计家网站针对20至50岁共1190位网友发起的网络问卷大调查，统计出2022年居家消费力大调查的冰箱篇。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4位代表不同族群的设计家好朋友们来聊聊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他们会来分享一下他们如何使用冰箱，以及他们的一些采购需求。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他们吧。我们家里都有冰箱吗？可以帮我们举个牌吗？加一。哇，都有。那想问一下，平常大家是怎么使用冰箱的？就是拿来冰饮料，或者是水果，或者是吃不完的厨余。这个倒是蛮实用的，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厨余真的很容易臭。对，而且又不可能每天都去丢垃圾，一点都不实用。谁会在冰箱里面放垃圾啊？还有厨余。大概就是，例如说去好事多，可能买比较大样的东西，才会一起把它冰起来这样子。对，需要什么买什么，然后你就买固定的量，对不会买太多，真的非常大量才会有机会囤在冰箱。对，我的冰箱很空，而且它也没有厨余。你可以忍受冰箱里面有厨余吗？吃多少吃多少，是不是？因为我热爱酱料，所以我就会冰很多什么剥皮辣椒啊、辣椒酱那些的，然后或者是早餐都会吃优格嘛，然后优格一定要冰啊，要不然立刻就会坏掉，要不然就一些冷冻食品、冷冻水饺，然后面皮那些东西的。我也是很常冰水饺，因为我觉得水饺真的太方便了，超方便，就煮10分钟。对，没错。对，但我们有下厨的妈妈应该会觉得水饺这东西有，我冰箱也是有一包水饺。那我使用冰箱的习惯是因为我1个礼拜会开火3次，所以我礼拜天会去采买。那我会列一个清单，所以我的冰箱就是冰我煮3次的分量，我会抓，我也不会剩太多。计划控，绝对不会在冰箱里面出现厨余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要问大家，就是既然大家都有冰箱嘛，那你家中的冰箱是什么样式的，或者是你知道它有没有什么节电或节能的功能吗？我家的冰箱是变频5门式的，对，那它的5门其实就是上面是冷藏，然后有一个独立的制冰盒，然后有一个小冷冻库，然后还有一个大冷冻库，最下面是蔬果区，就是东西分门别类。尤其我先生比较在意那个独立制冰盒的部分，有时候会冰鱼什么的放在一起会有味道，所以就会想要买一个独立制冰盒。这就是懂享受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制冰盒里面如果出现鱼腥味，那一瓶酒就毁了。会有不喝酒吗？别人喝啊。我们家是那种双门打开，然后下面有2个是冷冻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它有那个，就是它如果没关好，它会有那个哔哔哔的声音。你家有3台冰箱？3台。那从你们刚才说的不会尖叫的冰箱到比较新款的变频冰箱，我们家都有。我家是那种很一般，就是上面是冷冻，下面是冷藏，这是2门的。对，然后但我也不用那些除臭什么，因为我就很少冰东西。可以理解。根据设计家的调查，高达83%的民众是愿意去选购所谓的1级省电标章的冰箱，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对省电冰箱有一定的认知。不过仍有部分的民众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使用习惯是跟冰箱的耗电量有关的哦。这个数据呢是显示说，有46%的民众是不清楚现在的冰箱是否有耗电。好，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冰箱有没有除霜功能，以及你们会不会手动帮冰箱做一些清洁？我刚好7月的时候，那时候要买冷冻库，那有除霜跟没有除霜功能2种。对，那我后来选择有除霜功能的。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就是冷冻库上都会有那个红白色的塑胶袋粘到那个霜上面这样。我的冰箱也是妈妈买的。好像是有除霜的，因为它没有，因为它没有结过霜过，所以它应该是有除霜的。然后正想说，其实小四可能不知道他的冰箱有没有除霜功能，因为可能就是租屋主嘛，可能不知道是房东留下来，还是像他刚刚说是妈妈送的。对，不是自己买的，就真的比较不清楚。不过如果都没有看过霜，理论上应该是所谓的有自动除霜。没错。对，我们家的冰箱是有自动除霜的功能，因为我也从来没看过霜。而且其实除霜比较保暖。
对，其实它保冷效，除霜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它更冷。我厨房的那台大台的是有除霜功能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小的那种冰箱，然后那个的冷冻库就是整个结霜结到好像每次打开像合欢山，然后因为就是我东西要塞很多那种冷冻的东西进去，没办法塞，因为霜真的太大块了。然后有一次好像那个冷媒快没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整个霜都融化，然后就整个地板都是水。其实没有自动除霜，真的遇到停电真的会很麻烦。有2/4的民众不知道也不会定期为冰箱除霜的，然后也不清楚冰箱的除霜功能是不是会更省电。那我们在这边呢，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其实现在的冰箱大多是有自动除霜功能的。如果家中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要建议大家2到3个月定期清洁、手动除霜，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冰箱的效率哦。就像刚刚卫斯理说的，这样才会更保冷，才不会像东东一样水融了一地都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说，在使用冰箱上会不会有遇到哪些问题或困扰？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的主持人，祝得好。我发生过一件蛮糗的事情，是我把冷冻跟那个蔬菜冷藏就是弄错，所以我把苹果啊、柳丁啊，然后丢到冷冻，这很尴尬。你老公也太困扰了，是真的蛮困扰的。其实我那时候在采买冰箱的时候，其实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厨房没有很大，但是我发现到我那时候在选购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冰东西这件事情上面有各种困扰，因为每个人都会进冰箱冰东西。使用冰箱上我有2个困扰，一个是一样跟卫斯理一样是容量的问题，就是因为妈妈永远想要买很多菜煮一桌给大家吃，然后那个冰箱的容量有限，所以其实我都要很理智的告诉我自己，我要列清单，不能买超过这样子。然后第2个困扰就是，我希望它有自动解冻的功能，鱼啊肉类冰在冷冻库，如果我前一天晚上忘记把它拿出来冷藏区解冻的时候，我回家就会面对顶扣扣的那个肉类跟鱼类，因为我才158公分，那我们家冰箱又180几公分，其实最上层我常常拿不到东西。对，那他可能就一直往里面塞，一直往里面塞。那我想问一下，Joss跟小紫会有这困扰吗？因为你们也是属于比较娇小的女生。我不会，因为我家冰箱比我高一点。你是属于比较小型的冰箱。不是啊，他没有在用冰箱。我上礼拜发生一件非常悲剧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那个卧室里面那个小冰箱，合欢山那个，对，因为我上礼拜就是打包了一个那个沙茶羊肉卤回家，然后因为我吃不完，然后我就随手放我那个小冰箱的冷藏。然后它好像那个塑胶袋有点破掉，所以它就漏到那个冰箱，就整个都是那个沙茶羊肉味。然后因为我常常会冰那个矿泉水到我的冰箱里面，这样喝起来比较凉爽。这样，我今天早上喝都还有那个羊肉那个沙茶味，我真的会崩溃。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其实在冰箱使用上会有哪些的问题哦。第一个呢，31%的人其实是觉得内部规划不够理想。第2个跟我一样哦，就是有28%的人是觉得容量不足。那第3个呢，是刚刚东东有提到的27%，有人会觉得说它没有自动除臭的功能。同样相等的，也是27%的是冷冻的空间不足。我觉得这可能会跟所谓的大家会比较大量采购啊，会有一些冷冻的需求。那如果困扰如何运用冰箱内部空间的民众呢，其实你们只要做好分区规划，也就是所谓的上升时、下熟时的概念，依照使用频率的划分呢，让保存期比较长、比较少用到的食材放在上层，而保存期比较短，而且也比较常使用的食材呢，放在下层的部分呢，可以妥善利用冰箱空间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啊，世界各地的冷冻商机也爆发了，像是日本的民众呢，也纷纷的添购了第2台的冰箱，有这样的趋势产生。比起以往啊，更重视冷冻功能，称之为第2冷冻库现象。而台湾呢，也出现了类似的商机哦。想问一下现场的好朋友们，你们有听过冷冻柜这样子的机子吗？那在宜兰的家里，基本上就会有冰箱，然后再配冷冻柜，或甚至会有2个冰箱。这是宜兰人的常态吗？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采买这些硬体设备。我之前真的有被我朋友烧到，因为我朋友家有，然后他常办那种烤肉派对，然后他们家就是各种牛猪鸡羊。如果以后有家庭的话，我觉得应该会
很考虑要买一个冷冻柜。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的统计里面呢，其实是有36%的民众其实是会愿意来所谓采购冷冻柜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机器，所以其实也看得到这种趋势是一直会开始日渐兴盛，然后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哦。针对我们那个冰箱的外表的部分啊，来问一下 Joss 有什么样的需求？像我先生他就比较喜欢日系的品牌哦，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在意品牌。另外就是家里一家4口人比较多，会在意容量一定要400公升以上，大概是这样。那如果就是因为我最近刚买房子，所以正在看冰箱这样子。最优先就是最近刚好上网爬文的话，我最优先是看尺寸，所以我大概会挑就是可能像小子家这种中型冰箱，对，然后再来我比较在意的应该是外观。颜色的部分，我觉得是要对我来说，因为我很浅眠，所以我一定要选无声的冰箱，要不然睡觉的时候晚上听到轰轰轰轰，真的是很扰人清梦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颜色，也跟你一样，就是我觉得颜色，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我很想选粉红色，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但我还蛮想就是请东东推荐一下什么品牌有粉红色。绅宝吗？还是 Panasonic？ 我有看过有出，也是日系品牌。对，没错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际的数据哦。观众朋友们，他们在意外观的部分有哪些呢？第一名是冰箱的公升数，占了75%。第二个呢，就是电费节能效比，这是刚刚大家都没有提到的，其实它占了72%。第三个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有关于马达声音的大小，占了58%。第四个呢是体积大小。第五个蛮有趣的，他们很在意的是所谓的保护期的长短，因为冰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耗损啊，有时候台湾地震比较多，冰箱突然间倒下来啊，不会啊，开玩笑。我们刚刚提到了外观，我们来问一下，冰箱本质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是你们很在意的功能？最近挑冰箱，我只挑到就是尺寸，然后造型，然后再来就价格。对，那其他的好像没有特别的想法不会特别在意它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功能。不会耶，因为我不囤东西。说到了一个很大的关键。那我们来问一下小紫，跟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只冰垃圾，所以你也不会在意特别的功能。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制冰机，真的蛮好的，因为如果这样随时要冰块就很方便。我觉得可以方便移动的，好像也不错。方便移动的，能够让我透视我冰箱里面还有剩什么食材。因为现在都要打开，然后你才翻找食材，看里面剩什么。在想的时间已经快要哔哔哔，冰箱节能会叫，那会让我更紧张，我就更想不出来。所以如果它有一个透明的面板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直接透视里面有什么。会比较快。那根据我们的调查呢，其实有68%的民众其实是期待冰箱能够拥有自动除臭的功能。然后其次呢，就是所谓的自动除霜，还有自冰机，这个分别占了第2名跟第3名，是64%，还有51%。第4名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蔬果的保鲜区，占了44%。在第5个是有关于调节温度的功能，占了41%。那根据设计家网站的调查结果呢，发现民众在选购冰箱时，除了节电功能外啊，像刚刚我们小薇说的，价格以及容量是大家的首选考量，这都分别占了72%的数据。那第3呢，大家是很重视功能的多样性，占了61%。接下来则是品牌了，占了42%哦。那既然我们都聊到品牌了，我们就来问一下现场的好朋友们，你们在采购冰箱的时候会不会很在意品牌，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也都会在哪个地方买冰箱呢？我们非常在意品牌。那我先生他就是喜欢日本的家电，所以我们家的品牌是 Hitachi 的。因为我们上次搬家是快10年前吧，当时的朋友他就在传统家电行买了，那价格其实跟网络差不多。那我先生是担心说在网络上买会比较没有保固。妈妈买的是 LG 的，那漂亮吗？还可以。妈妈有带我一起去那个，好像有去灿坤，就是看，然后看大概大小什么适不适合我放在我家。我们家有3台冰箱，然后有 Toshiba、Hitachi 跟那个 LG 的，对。但是我自己对于品牌没有太大的迷思，我会在网络先看完价格，那再一样会到实体的通路。但是其实问小薇这样就蛮准的，你这样3个品牌比较下来，哪一个品牌会是你自己觉得最好使用的？目前3台冰箱的话，因为是不一样，一个是比较旧式的，大概10年左右冰箱，一个是对开的，那另外一个 LG 的话，它是5门的，所以它3个功能不一样。所以没有参考价值，都喜欢。
那你刚好这3台冰箱的功能是做完全不同的功能吗？对，第一台的话，其实就像大家说的，可能会冰很多肉啊什么的。储物的。对，那第2台可能就会冰一些，就是像刚才说会有辣椒酱之类的。那第3台的话，其实就是否小朋友的食物。对，刚好把它分开这样子。我目前的2台冰箱都是 Panasonic， 然后森宝，然后像刚才他说的，就是 LG 的冰箱，它其实很漂亮，所以这次会让人家很纠结。如果想要再买一台新的时候，我觉得外观真的是一个重要的点，你会想要对，所以我就觉得接下来想买的话，我觉得外观也是一个我会很想要考虑的。我应该也是会首选外观，因为我觉得真的很肤浅。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都是冰东西。对啊。对，我想再补充一下，我很喜欢爬文，就是在买之前，所以我真的去各个网站上面爬文，然后看哪一个的评价真的是比较好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就先爬文。那会比价吗？会比价，不过长久来看还是信的，因为我觉得价钱就差一点点，可是冰箱是要用很久的。对，大家好像都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一放进家里，它可能20年不会出去，所以其实大家对它的价格虽然会在意，但是还是以品质为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数据中也可以看到啊，民众购买冰箱的管道会偏好电器卖场、还有大卖场以及电器行购入，反而在网络购物的几率是偏低的，普遍会购买比较有知名度的品牌。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先去家电行看过了之后，然后再上网买，然后上网可以做比较好的分期的一个优惠。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图表。我们的民众对于品牌的偏好程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是以 Panasonic 拔得头筹，夺下民众心目当中冰箱品牌的冠军。第2名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日立的 Hitachi， 第3名是 LG， 好，再来是30，还有惠而浦，分别占了第4名跟第5名哦。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想给我们的买冰箱的观众朋友们一点小提醒哈，就是呢，其实无论挑选冷冻柜或冰箱，我觉得都一定要去选择适合家庭人数跟这个储藏量的冰箱，因为冰箱太大太小其实都是不适当的。太大你会很浪费嘛，然后也会有造成你电力的一些负担。那太小其实你的冷冻的那个温度会下降啊，你食物保存很快就会有一些问题。最后呢，就是关于省电与否的这个部分。如果决定冷藏设备的省电，主要是看它的耗电量以及是否有通过经济部的冰箱冷冻柜节能标章的认证。最后在购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冰箱的尺寸。若是你家正在装修，也可以和设计师一起讨论，预留好空间插座，甚至可以和柜体一起装饰。这些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在达到视觉上一致的美感。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谢谢我们今天4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及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我是卫斯理，下次见，拜拜，拜拜。